人机螺旋桨打倒七旬翁，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飞手已垫付16万元。在李老伯的小村庄里，一个普通的早晨被突如其来的悲剧打破。老人家悠闲地前往田间，天空中，孔先生正忙着操控着他的无人机。老伯，快闪开！孔先生焦急地喊道。他的无人机正在自动返航中，老人没有及时反应。一瞬间，无人机的螺旋桨撞到了李老伯，鲜血四溅。老人倒地，孔先生冲过去，一边拨打救护车，一边用手按压伤口，试图止血。孔先生焦急地说：“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”而孔先生的手也被割伤，血迹斑斑。无人机与不平凡的一天。那天早晨，阳光温暖地照耀着青岛市莱西市的大地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麦田的清新气息。2023年5月12日，对于73岁的李老伯来说，开始的一切都如同往常一样平静。他早早起床，吃过家常的早餐后，准备前往自家的小麦田查看庄稼生长情况。李老伯是个精于农务的老人，对田间地头的每一寸土地都烂熟于心。当他穿过村庄，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缓缓前行时，天空突然传来了轻微的嗡嗡声。这个声音并不陌生，是近年来村里常用的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声音。事实上，李老伯也习惯了这种现代农业的新景象，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它发生直接的交集。不远处，孔先生正在操作一架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作业。孔先生是个经验丰富的飞手，他的任务是确保小麦田里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。他手中的遥控器紧紧握着，目光锐利地盯着空中的无人机，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当无人机的农药即将用尽时，准备让它自动返航。而此时，李老伯不经意间来到了无人机的起飞点附近。他眺望着自家的麦田，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成。此时，无人机已经开始自动返航程序，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带起一阵风。老伯，快闪开！孔先生突然注意到李老伯的位置极为危险，他急忙大声喊叫，但老人或许是因为反应迟钝或听力不佳，并未及时察觉到危险，仍旧站在原地静静地观看着。孔先生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情急之下，他猛按遥控器上的悬停键，同时冲向李老伯，试图将他推开。无人机的螺旋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，孔先生的动作虽快，但时间已不允许他完全避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。只听嗖的一声，无人机擦过李老伯的身体，强大的冲击力将他击倒在地，鲜血随即染红了地面。孔先生眼看这一幕，心中充满了惊恐和自责。他立即扑到李老伯的身边，检查他的伤势。孔先生焦急地呼唤：“老伯，老伯，你还好吗？”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他尽量保持冷静，给李老伯做了简单的急救措施。但老人的伤势显然相当严重。救护车很快到达现场，医护人员迅速将李老伯抬上担架。在等待救护车期间，李老伯显得意识模糊，疼痛使他难以开口说话。但从他紧紧握着孔先生手的动作中，可以感受到他此刻的恐惧和无助。孔先生跟随救护车来到了莱西市人民医院，他的手也被无人机的螺旋桨所伤，但他顾不得自己的伤痛，一心只想确认李老伯能得到最好的治疗。医院的急诊室里，医生忙碌地为李老伯进行抢救，他的多处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即处理。随后几天，孔先生一直在医院陪伴李老伯，并已经垫付了16万的医药费。而李老伯的家人被紧急召回，医院的走廊里充满了紧张与不安的气氛。尽管事态严重，但孔先生始终没有离开，他清楚这次事故的严重性，不仅关乎一个老人的健康，也关乎他自己未来的责任和赔偿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无人机农业应用的双刃剑。在当代的农业实践中，无人机的应用日益普遍，特别是在农药喷洒这一环节。无人机提供了一种高效、能覆盖广泛田地的喷洒方式，理论上能显著减少人力成本和时间消耗。
然而，正如李老伯所遭遇的不幸事件所示，这些现代技术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和挑战。事发当天，孔先生操作的无人机正执行农药喷洒任务，该机型设计为自动返航，以便更换电池或补充农药。根据孔先生的描述，他于早晨到达村支书家的2亩麦子田，准备执行喷洒工作。无人机配置了自主飞行模式，能够在低电量或农药耗尽时自动返回起飞点。无人机的自主性虽带来便利，却也埋下潜在风险。当天的事故揭示了操作中的安全疏漏及在人口可能聚集的区域，应有更严格的飞行路径规划和预警系统。尽管孔先生声称他有在观察周围环境以避免障碍，但显然在安全防护和风险评估方面存在重大漏洞。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过程中，孔先生立刻采取了救援措施，并垫付了医疗费用，显示出他在事故后的责任承担。尽管如此，此事件也暴露了对于无人机操作标准的执行和监督上的缺陷。事发地点未设警戒线或明确的安全提示，这是一次严重的安全管理失职。此外，孔先生虽然具备操作证，并且无人机已购买保险，但这次事件还是引发了对操作人员培训质量和保险赔偿效率的关注。保险公司的介入虽然为受害者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补偿，但无法完全弥补因安全疏忽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伤害。通过这一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技术的进步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生产效率提升，但同时也伴随着必须正视的安全风险。这种情况下，技术应用与安全防护措施的平衡尤为关键，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规范和执行机制，以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理解和应对粉碎性骨折及其并发症。粉碎性骨折，如李老伯所遭受的，通常发生在骨骼因高冲击力而破碎成3块或更多碎片的情况下。这种骨折的复杂性在于碎片数量增多，骨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严重破坏，导致治疗过程长、复杂并且康复周期延长。在粉碎性骨折的治疗中，首要步骤是进行手术，旨在通过外科手段将骨片重新排列并固定。这通常涉及使用金属钉、钢板或者螺钉等器械，以恢复骨骼的形态和功能。对于李老伯这样的高龄患者，手术风险相对较高，因为他们可能同时伴有其他健康问题，如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，这些都可以影响手术结果和康复速度。除了手术，康复治疗也是治疗粉碎性骨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康复治疗包括物理疗法和职业疗法，旨在帮助患者恢复骨折部位的功能和力量。这种疗法通常在手术后尽快开始，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肌肉萎缩，并加速康复过程。康复专家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康复计划，以达到最佳恢复效果。头部受伤和脑震荡是此类事故中常见的并发症。脑震荡是大脑受到震动后功能暂时性的失常，可能会导致多种症状，如头痛、眩晕、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减退。虽然大多数脑震荡的症状会在几周内自行缓解，但适当的医疗评估和监测是必要的，以防止潜在的严重后果。植皮手术通常用于处理开放性伤口，特别是当伤口因为骨折暴露而难以愈合时。在李老伯的情况下，由于伤口较大且暴露，进行植皮手术是为了覆盖伤口，促进愈合并防止感染。植皮手术涉及将健康的皮肤从身体的其他部位移植到受伤区域，这需要精细的外科技术和后续护理，以确保移植皮肤的成活。通过这起事故的医学分析，我们不仅看到了现代医疗技术在处理严重创伤中的应用，还体现了综合治疗策略在恢复患者健康中的重要性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使用技术还是进行日常活动，安全总是必须放在首位。通过加强安全意识和采取预防措施，可以显著降低此类不幸事件的发生概率。结语：通过李老伯的不幸经历，我们得以窥见科技进步背后潜藏的风险。无人机作为现代农业的助手，其潜力无疑是巨大的，但这起事故提醒我们，
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安全监管和操作规范的完善同样重要。李老伯的故事不只是一个警示，它也是对未来技术应用道路上的一次深刻反思。在科技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，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评估每一项技术的影响，确保安全防护措施得到加强，以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。